找到了旅行社，邀您共赏笑年出发吧。花姐哥哥，今天骑脚踏车呢？对呀，我们今天在巴黎耶，这次我要带你来巴黎跟淡水的跨河岸之旅。那一定非常有趣呢。这次呢，我要带你去一个考古的博物馆，去了解这个史前文化。我知道这里有很厉害的那个13行文化。哦，当然，我真的火都上来了。请问这有成功过吗？太逊。你来。听说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吃一餐。除了胆固醇攻击之外，让你回味以前痛风的感觉。喂，大家，这个也太夸张了。是海洋世界吧？我决定了，今年除夕夜要来这边吃饭。还有一间餐厅，它里面有100多种料理，很像联合国的概念，让你吃都吃不完。我刚觉得我在赛车，我是吃着青酱一路冲到擎天岗，知道那个戒指是融化了。我已经到那个马槽泡温泉了。哇！你有骑过马吗？当然要有个骑马的那个原则啊，不是真的马，是我背着马跑吗？哎，听说那个马还不容易骑啊。忍耐一下哈，你喜欢听唱歌吗？他已经在吐气了，表示有点不爽。他现在刹车了。有一个全台湾独一无二的种生菜的一个方法，它用个很特别的容器来种，那么厉害，可以种很多不同的那个生菜。听说还有一个非常贵的植物吗？有一株比一栋房子还贵。那是什么？哇塞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一只就是它的颜色真的很黄金哎。我不信，小猪就20万了。按下。你知道生菜长在哪里吗？生菜一般都是跟沙拉长在盘子里，不是啦，不会长哪里？一般是它长在土里面，那水根就是长在水里面嘛。是，但这次我带来这个生菜，它是长在塔里面。好好讲哦，好好讲哦。该不会会遇到祖先？喂，真的吗？国龙有，我们看到资料说是这种塔在种蔬菜、种生菜。这是什么塔？板凳立体蔬菜塔。板凳立体蔬菜塔，这样子就可以种生菜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是软质的海绵吗？海绵，它是保温效果。在都会区里面可以种在公寓、种在顶楼、种在顶楼、种在学校屋顶、种在学校的水泥上面都可以种。种在办公室里面。我们现在在测试，应该也可以种在办公室里面。没有阳光怎么办？日光灯或者什么让它照的，这个是循环水喷的时候直接这样下去回收，这样循环这样子。对，你刚刚说种在塔里，我还真的以为是有一座塔，你还至少7级有没有？7级浮屠。这个塔主要是因为没有盖到结构型温室，不用花好多的费用经费去做这件事情。这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吗？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造型。我们团队研发出来这个东西。哦，好酷哦！这个椅子，板凳椅，塑胶椅。凳。啊，这是空调的保温棉。我们等下种的时候就直接这样，把盆栽、雀苗拿起来，塞在那个环状里面，然后再放进去小花盆儿。对，直接塞进去。这个用意就是我们不用翻土，土壤不用去改变它，也不用灌水泥进来土地上面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跟温室蔬菜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吃得到它大自然的空气、水分、阳光。那你们这种可以种几种生菜啊？我们目前种到青江菜、莴苣类的，就是蔬菜类的，几乎都可以种。火锅类的都可以耶。我看你这样数量本钱够吗？我姐她这一个地方种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把它全部种了。你还有姐姐方便的哦，姐姐，4个兄弟姐妹，对，一起都在这里。我们镜头慢慢往后推一点点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画面很像什么？其实呢，每个柱子都可以写上你的宗教的名称。宗教名称。因为我们去西藏有看他们转经轮，有没有？这样转，对，它才会受光面，才会平均啊。我们的光明灯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哎，也是这样子啊。你可以设计可以转的。我们一柱里面可以混种蔬菜。你想到这样的一个模式，我相信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一集，眼睛为之一亮。它现在开始灌水，我们用智慧的方式让它自己喷水，时间到它就自己喷水，而且不会喷到外面，它就在里面而已。所以我们团队去到国外日本去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就放着让它自己施肥，用手机灌水就可以了。对，用智慧灌溉系统。以后所有的农夫，他可能我现在我在希腊哦，对不对？但你要菜啊，可以哦，明天可以采收。我们希望未来的方式是 AI 机器人
我们固定式的这个模式，这一排的定位，它直接手抓在盆栽雀盘过来的，抓着直接放进去啊，你就不用人工去。哇，这个已经是革命了啦！这个家里可以自己弄一根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有庭院，阳台上面有庭院，也可以弄一根这个。我们上面喷水下来，流到这个四周围下面下来，让它吸收养分是在这个地方。它那个根马上就长出来了，长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可以生吃，你们可以等下可以。真的吗？现在哥哥你先吃，我看你没怎样，我再吃。一定不会怎么样的啦。这个你可以吃看看。哎，好吃哦。对。哎，我也想吃一个。有点。然后我把它拿来苦苦的。不用，我用剥的就好。这边。跟温室的蔬菜会不一样啊。它这个野菜的味道比较不会那么重，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尽量不要去喷洒任何农药，因为我们这有机笋园，所以不会去喷农药。食材类的也比较少去用到它，我们让大家吃到原生的东西。最主要我们的采收期非常的短，我们如果夏天大概20天，最快15天就可以吃到。如果我们种在温室里面，它量很多，可是跟有机蔬菜不一样，口感又不一样了，口感真的蛮清脆的，吃起来会比较像我小时候外婆种的那种蔬菜的味道。其实就清新一点啦。这就是我们不用去拿锄头或拿农业机械来种的蔬菜，就越来越便利啊。然后我们这要再继续推广下去了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哎。哇，陈兄弟现在都从事家里这个工作。对，如果女生要来从事农业或轻工作这种给他们来做，我们就不用一直找外籍劳工。他这样采收的时间算蛮快的了。如果这种天气有太阳，大概20天就可以采了。这样子的工法应该可以送比较星级的那种餐厅哦。对啊，我们可以这样整盆，有没有？就放在那边。然后你要吃菜的时候洗干净。当初想这样的时候，是因为你懒惰，不想拿锄头。民国60几年的时候，出生人口是40几万人，然后到113年出生人口剩13万人，越来越少。讲台语的是我们年轻人不会像那一代我爸那一代吃苦耐劳，对，较扁担啊。或是跟你的学习过去大学念的是有什么样的相关，你才会想成这样子。我主要念的科系是冷冻科跟电机科，跟蔬菜没关系。可是我家是务农世家，想一想，阿公那一代都到90几岁，是100岁，长寿。可是到我爸妈这一代的兄弟姐妹那一代的，就没有大概60几岁、70几岁就走了。所以我们就想说回来改变一下农业的生态跟这个环境。所以进来这个农场的时候，你闻不到太多的肥料的味道。好，我就想说我也不要去破坏原生态的东西啊，也想说科技要导入进来，用这种来保温。你看保温保湿啊，让它正中午的时候也要施水施肥。因为很多的那个绿色叶，你太阳太大的时候，水一上去，它会产生一个反作用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们把它自己浇水下去的时候，温度太高，叶面就会烂掉。所以我们中午在施肥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施到根部。你务农多久了？我从小就开始帮忙务农了。专职回来的时候是疫情那时候嘛，到现在。对，你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全部的设施设备都还没有。看你这么辛苦。待会就带你去吃一下。好，我们还要种黄金。我妈妈相信。啊，你来看妈姐哈。哎，是不是去多位啦？对啊，伯龙。是，这个路这么难走。小心。我们要去找什么？我们的这里的黄金是黄金笋。黄金笋哦，你早一点讲嘛。怎么找啊？我们找要用这个工具。对。我们1人1支，对，1人1支。你知道这什么队伍吗？往西方取经，是吧？大师兄，走。我们还有一个工具。这只，哎呦，我这只还挺可爱的，是刀。挖竹笋用这个，对，挖竹笋用这个刀。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铲子这样子。因为我们黄金嘛，要仔细的挖，温柔一点。是它的颜色接近黄金吗？对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去见他本人。我们找叶子的部分怎么看？因为我们产季是从端午到中秋节过后都有，然后我们看叶子就是7片以上才会去挖它。你不要欺骗我们。对啊，端午节到中秋节，这最近是接近春节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是有竹笋，因为比较热的天气。直接看到这个有超过7片。对啊，因为现在每一个叶子你看到都有7片。我先好好的欺骗它一下。我告诉你哦，你长得很像兰花，所以这个里面一定会有。这里面一定会有。来，你先示范一下。示范怎么挖？这里就是。这里好几个。往那里有一只。怎么开始？就是慢慢滚它。对，真的要很温柔它大概几公分？土里几公分？不一定有的像这个我们现在预留的这个竹笋长到这里了，明年就变成竹子。这个我们也是等下会把这个取下来。哎呦，那边也很嫩哦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一节一节这个也可以割下来。对，因为我们巴黎比较
黄金嘛，比较不会吃到这一段的部分。哎，哦，啊，这段也很嫩，对，对了。这一段也嫩。不是说竹间离开土了，它就会开始变苦吗？因为我们24节气白露之后的竹笋几乎都比较不会苦，煮汤也好吃。中秋节过后末端的，它变成就是这种竹笋，比较细致的。打骨条，对对对，这个吗？对对对。好像用这个小的比较方便哦。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种竹笋它那个土堆要堆很高？哇塞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哇塞，这里有一条鸡母虫，这个是有机栽种的，所以有机的。哇塞！哎，今天姨母没有来，要不然这一只就它吃了。这个地方这样。这么短啊？直接切哦。对，直接切。哎呀，它有点顽强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就这样子哦。对。因为我们现在竹笋现在就是只剩下这样子的，那正常是这样，再大一点吗？大一点啊，我这只这样也可以切了。对对对，从这个方向，从这个对，还是马威，我这个手，你要顺手，你要顺手。对，你们家这个蚊子养多久了？它直接钉在你额头上哎，而且是不动的哦。哇塞，够吗？对，这样可以，很硬，碎，可以。孩子，孩子，这个要念咒语的，不对，差不多。就上面。不对，可以，我们埋起来，再把它埋回去。我们都是用脚埋的，用脚埋，用埋，哎呦，哇塞，这么小的竹笋。对呀。啊，你刚刚够钢琴？我刚急啊，像我爸那个年代，割完这种竹笋，他就会这样，好了，这就不要了。啊，真的。可是到我这个年代，我把这个竹笋当做是它是宝物了。这个季节的竹笋就有它不同的风味。绿竹笋跟黄金笋有什么差别？不一样。它是同个品种，黄金笋，因为我们靠的是海岸线，海风带过来盐分比较多。因为巴黎这边外面是海口了，对，海口台北港口吹过来的风，海风带盐分，过来我们的土会比较松，这个土质，嘿。真的好松啊！摸起来是轻轻一挖就它是沙土，这样子口感上面会有什么特别？像水梨口感，可是它吃起来很像玉米甜。怎么有这么好的？我们这是进庙七神啊！我们都住台北，但是都不在，是很遥远的竹笋。这个季节来就是拿这个工具，传统时代以前家呢，我们这一支已经是超过今年第3年了，我们这一支竹子就不要了。哎呦！为什么不要啊？我们要生长空间。下面也有黄金笋呢，蛮深的。这一只就是黄金笋了，它的颜色真的很黄金呢。这个比较小一点，这个比较大，吃不了，对不对？再过2个礼拜，它会变成这样。那这样子我们再把它弄回去。不用了，不用。对，这只割起来就是割起来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这个距离可以吗？最肥的地方啊，最肥的地方割下去是最嫩的。哎呀，砍起来的竹子，那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以前都是一把火把它烧了现在就是要用碎竹机，废料就变成这样，当我们的肥料。它生不息呢，所有的呢元素都在这边循环，都可以利用。他刚说要带我们去挖黄金，我还以为他昨天晚上在那边处理过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挖出来。喂，那这样子我们3只可以煮1碗汤吗？可以加一点排骨吗？排骨比较油，我们讲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吃了。2到深处无怨尤了。这个不用放那个美乃滋吗？不用放美乃滋，够甜，对不对？整只啃。这个一定要先来一下。好吃哦！好贵哦，水分很足哎。对，而且有点像吃鲍鱼一样，很细丝的。它的那个水分很饱满，然后咬起来口感很细致。这是这一季的哈。这一季的，真的嚼一嚼会有那种淡淡的玉米甜味，玉米甜。哇，好好吃哦！笋子的那种微苦，在咬的时候就变成了甜的，而且它纤维其实蛮细的，也像水梨，很细致啊。那我们割起来就整只割起来的时候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样就很像在吃鲍鱼。好好吃哦。最主要竹笋不是一定要一直施肥，一定要有水分给它。跟我们人一样，多喝水有益健康。我没吃过炒蛋的，也超好吃。蛋就是我们刚才鸡舍里面的鸡蛋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这边买蛋，也可以来这边买竹笋，还可以买活蔬菜。这个蛋跟那个竹笋这么搭哎，所以这就是你们平常吃的家常菜，对不对？家常菜，我们有食农教育嘛，体验活动也是都是这些料理。这道叫什么？白菜就干贝，这个不是竹笋，是干贝。是干贝，看起来很像。因为你可以，其实你可以切成像干贝的样子。干贝啊，放在上面。对，创意料理啊。所以旁边是白菜风。
比较软，很像那个北菜肉。连这个白菜也是自己种的。对，淡水种的。哇，好想来这边买菜哦。对啊，它这个是因为产季末端的。对对对如果你产季前端来会比较大只，很漂亮，很肥美这样。对对对。这个卤过的跟猪肉一起卤的，这从小看到这个都会流口水的。阿嬷的味道。这竹子呢是会吸水的，所以竹笋呢就把那个汤汁全部吸进去。好加。真的不一样。哇，这个汤感觉超厉害的，姜母鸭汤跟竹笋一起，它下去炖的，一盅一盅的。这个就是是蛮特别的。那鸭油好浓郁。哇塞，这个黄金笋吸饱鸭油哎，你看这个光汤的表面就超浓郁的，这个熬很久吧2个小时。它超级香啊！我以为会很硬，很软。太软了啦。哎，这是整只下去。姜母鸭这汤有带点甜哎，就是因为炖那个竹笋在里面。对，竹笋。对，好好喝哦。你知道以前为什么那些文人一定要在竹林里面吟诗作对？比较放松那个氛围。Oh no！ 第一个竹子呢有步步高升的寓意啊，中空有节，虚怀若谷。然后呢，在有风吹的时候，它是枝桠歌之。如果没有二胡，它已经残了。会啊的。下次你去我家找不到我，我就在竹林里。竹林。一起去起帮啊嘛。哎，我刚刚在旁边看到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，这个是我们好事会发生。好，这是竹风铃。谢谢。竹风铃。我希望这个叮当声呢，就跟新台币一样，叮叮当当都进来了，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。太美味了，太美味了！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坚持，继续推广下去。都会区里面可以吃到这种原汁原味，原始太难了。对。现在整个活力充沛，是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台湾第一间考古的博物馆，去体验那个史前文化。这是我很有兴趣的。哦，你一定非常有兴趣。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古物跟铜器。我小时候也在家里考古，后来被大人打，因为我把地砖挖起来。哦，你这么调皮啊？其实呢，因为我爱捡石头啊。当年在这个海岸也有看到很多古的陶片，我不知道那个烟斗石是不是古器物？对，搞不好我们去13行博物馆就会了解到。哦。已经到了呢！哇！小生在家，你们好。你好。我们今天就是巴黎，一个来当公属林娘。兼讲，两位拢讲。那我这个，你今天穿的这件服装也蛮特别的呢。是，这个呢是沙龙，这是南岛语族的一个服装，上面的这个花纹，它是我们13行出土陶器上面的纹路，我们把它放上来做一个结合。但是你刚拉起来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你的牛仔裤。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那个客人的感受啦。观感的，这样带肉人会太多。是，这个算是考古，也是博物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，它有分成3个部分，一边山墙是象征13行人他们居住的环境，靠观音山；另外一面金背沙丘呢，是象征呢13行人他们的居住靠海的一个环境。住在山跟海中间的八角斜塔呢，就是象征着我们13行遗址。为什么是八角？因为有5香跟8角。喂，不能再离题了。因为我之前有来捡石头，有捡过那个烟斗石，那个是文物还是海里面本来就有的生物？它应该是比较倾向于本来就有的原始的。这个小盛讲的一样哦。那呢，我们那个石头有很多的形状，建筑师呢就直接用8角呢来象征这个海里面礁石的多样性。那时候台北港还没做，就是那个浪大一点，有时候还会捡到那个史前的人骨。没有错，我们周遭也有一个遗址呢，其实呢，这个我们在地的居民呢，是有多少呢来收集一些？那经过这么多年之后，他把整批都捐给我们，其实呢是非常棒。士林哥是，那为什么会叫13行？对，他士公哥不是士林哥，没影响嘞。小盛小公，我们差2岁哦。但是你取这个名字很讨厌，从小大家都要叫你阿公。是啊，1秒就老了。13行为什么叫13行？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有一个码头，那码头盖起来呢，就有商店啦，所以有13间商行在这边做生意，来来去去的人就叫这个地方叫做13行。由来的。日本的诗叫俳句，
那佛门呢叫记，英国的多了一行，它叫14行。莎士比亚最爱喝什么？沙士。我们虽然少一行，但是呢还是充满诗意啊。少一行，对，好像里面有一个悬浮的什么，太厉害了。扶风阶梯哈，是我们馆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场景之一哦。是什么场景？打卡的场景。麻烦你膝盖可以上来一下吗？膝盖是打卡。哎呀，我怕你也卡。那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的展览？常设展览呢，最主要是介绍13行的部分。那当然我们有搭配呢一些相关的特展。那像我们现在是台日特展跟我们的水下考古特展，还有南岛的服饰特展，很丰富哦。哎呦！来，小帅瑞家，有不一样的发现。这里呢是我们小朋友来最爱的一个地方哦，因为在他们的课本上面有出现过。这里呢叫做考古探坑，是13行人躺的地方呢，让考古学家来发掘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家详尽的记录我们出土的骨骸，比较大件的文物放上这个方格网来记录它的相对位置、大小跟比例。它旁边有一个洞，这是13行人以前房子所留下来的，叫做柱洞，但这边有遗骸。所以呢，我们推测呢，13行人有可能把亲人葬在住家的周围。在这个13行发现多少具祖先的遗骸？目前是出土了287具，存放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哦。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暴露在空气中的都是仿制品，哦，是仿制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这3位都没有下班，也是仿制品哦。对哦，不然这样有违法规哦。是，蛮累的。到晚上没有人来了，哎呦喂！你看，它是民国46年发现的遗址，79年抢救，92年开馆哦。来，那接下来就来看看13行人的生活以及当时到底发现了哪些重要的文物哦。来看看13行人呢，他们呢是如何炼铁的哦。炼铁的，以前海边都有很多铁砂，尤其是北部沙滩。其实呢，我们这里的沙是黑的哦。13行人很厉害，看到黑沙居然知道里面呢有含铁，还可以把河沙、铁砂分开来，把铁砂呢炼成铁。哎，这个很厉害。我们都说它是什么？3个愿望一次满足。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技术吗？对，没有错哦。因为后代的有的磁铁可以去吸它们，但他们当初是怎么分离的？对啊，后面有做过这个实验，铁砂吸完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啊，那个铁砂怎么取下来？用剥的。我们呢做这个实验就是来做这样的对照，才发现说真的是不容易哦。而且呢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文物都要小心的保存，因为如果再少掉一件的话，没有在第2件出现喽。是13行人他们重要性就在于说，他是北台湾第一个被确定具有炼铁能力的史前民族哦。厉害！他们还会制陶，他们的陶器也非常厉害。我们一般来讲说，史前人类就做一个碗啊，什么都装，不是哦，他们有瓶、有罐、有盆、有钵，有各式各样的器具形式哦。水缸、脸盆，还有碗，还有碟子。对，有各式各样。One direction，是缸盆碗碟。One be one shot, one be dish。那个最深是缸，那个最浅是碟，碟是 dish。阿雷利在不？在的。来，只有形制还不够，他们要漂亮的花纹，是用刻在木板上把它拍上去。除了辨识还有美感之外，也有防滑的一个作用。来看一下陶偶，然后还有它的幻想生物，是一个双头的小可爱，还有他们的动物森友会都有都画在陶器上面。事实上，13行人他们也会把动物纹放在他们的陶器上面。我们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13行人他的一个器物的装饰美感。那我们就要看到下一柜，这就是精品柜啦。来，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荷叶边非常的漂亮，而且精致哦。刚刚是用拍的，这里呢是用刻的，刻出一个一个的小花纹，把手要有，上面还要有纹路哦。所以有记载他们是有群居制度的吗？有贵族的用比较好一点的。第一个他们是群居，他们已经属于阶级制度的前期，开始要准备分化出阶级制度的这样。那讲到陶罐呢，就要讲到我们最重要的人面陶罐，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哦。它的眉毛、鼻子、耳朵跟下巴，通通都是立体的哦。贵族名字都比较长，猜猜看，它名字全名有几个字？我们这边叫什么博物馆？13行。对，所以全名就是13个字。13个字，对，就13个字，这么刚好哈。来，后面有个把手叫做单把，13个字就是单把缩紧折肩束腰圈足持口罐哦哈。那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。名字念完都已经吃饱了，但是我们看到他工作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因为他已经是被瓦
瓦解了。很多的这个陶器基本上都受到挤压，所以这么多片的陶片当中慢慢拼凑，只拼出这一个人面陶罐。对，它不单单是我们的镇馆之宝，更是台湾仅次于国宝的重要文物哦。这是我们当时他们交易的一个现场的复原，可以看到这2位是13行人，这一位呢是阿拉伯的船长，他开着他的船经过东南亚呢，招募了东南亚的移工来到台湾呢，跟13行人做生意哦。怎么知道有阿拉伯人来？后面这一件文物呢，里面这个骆驼铜牌哦，我们从这个图文当中再跟当时差不多时间的文献做比较，它来自于这个阿拉伯的机会是相当大，同时呢也跟我们现在一样，都会看到很多东南亚的好朋友呢，他们来台湾帮忙，这不是现在才有，500到1800年前13行人他们就看到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哦，怎么会有外币？13行人不用钱，他们是以物易物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孔方胸上面呢，那个方孔旁边都有一个小孔，穿过去挂起来，慢慢的推敲才发现它不是外币，它是贵重装饰，因为他们不会做，你们都没有，只有我有，这样就显示出什么身份地位？对。13行人他们用的是肉红石髓珠，汉人非常重视的佛教7宝当中的玉髓玛瑙类，13行人他们也是用得到的哦。史前人类不是过着辛苦的生活吗？没有哦，他们穿金戴银挂玉，山珍海味。玉髓比较没有玛瑙线，那你知道玛瑙会有很多玛瑙线，而且是同心圆的，它会一直有变化，它是这样分的。而且玉髓的质地比较稳定一点。小顺虽然年轻，但是懂得很多呢。我年纪16岁，对我14哈，我们差2岁。好，来这边请。哇，这边又是他的我们的装饰品。13行人有各式各样漂亮的珠，有木头珠、骨头珠、石头珠，做出那个陶珠装饰自己哈。如果这个3餐都成问题，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来做这样的事情啦。贵族。对东南亚的朋友到底交换到了什么？来交换到了这个玻璃环跟玻璃蕨哈。这个玻璃蕨呢环缺一个洞，挂在耳朵上面，开口朝下，所以它一定要穿过去。我们500到1800年前13行人都在打耳洞喽。那这个玻璃环挂在手背上面，蓝绿色系呢可能是来自于东南亚，灰白色系呢可能是来自于印度太平洋地区哦。所以13行人他们以前呢就过着什么 international 的生活喽。这个呢是13行博物馆跟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合作的一个装置，叫做地貌沙箱。来，我们把它往中间推，往中间推，尽量推，对，推出一座高山出来。会因为它的高度而颜色会有变化。对，同时呢，它的等高线呢，来平缓的地方比较宽，对，陡峭的地方就比较密哈。亚比个5，就下雨喽。这样子呢，下雨喽吼。哇，天就黑了。房子要盖在哪里？盖在靠近水又不会被水淹掉的地方。房子在哪里？房子在后面就可以接着。以前都要做这种高脚屋，好逼真哦。风在下面吹比较凉爽，不会被水淹掉，不怕蛇爬上来。对，没有错，还可以在下面养小动物哦。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展示出13行人他们当时的一个家居生活模式。这是取火的。芋头怎么知道他们有小芋头？发掘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生物遗留，或是有一些种子花粉，还有当时跟周遭的一些文献来做一个比对。他们是时间是多久以前？他们大概是500到1800年前左右。那13行人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妈妈，她也在织布，已经有那样子的一个工艺了。所以他们当时呢，可能已经有基本的穿着的感觉了。我们要让大家开心的体验呢13行人的一天哦。他们当时呢要填饱肚子，就要靠自己的能力啦。Let's go！ 耶！我来示范一次。好，把在那里。那我们比一个3，中间压住最凸出来的地方，然后做一个架子，把它夹起来。自己用架子。对，这个凹槽呢对准这一个弓弦，对准拉放。哦哟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哦。可以。大家先不要射，我先去把剑捡回来哈。开始射了。来，因为本节目呢不养闲人，专设闲人。这样子，输的人这个园区跑3圈，几支线？3支，定生死哦。好，来啦，好，瞄准，好。好，2只都在地上，不小心打平了，不容易哦。好，放，快！赢了！中了！来，你差点射中 GoPro， 最后一次见哦。好。
还有第二个，还有 Round 2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呢体验一下钻木取火。我有钻木取火啊，这个简单呐。要不呢就是他起火，要不就是我们着火哈。来，这个呢木头叫做臭娘子，研究过后呢发现呢比较合适的，最容易着火的。对，哎，你知道这什么作用吗？是。好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用麻绳解开来的，叫做搓火绒，转一圈。不是直接用手这样子哦，也可以啦哦。那我们工欲善其事哦，来，这个应该很容易吧？没有那么容易。完了，不会，一条小路，大不了我们就吃深山猪肉哈。可以。来，撒西米也不错。先轻轻的拉，哦，感受一下。拉，对，没错。感觉在拉那个电锯，有没有？有感觉了。哇塞，平常的猪排、牛排其实得来不易哦。真的，好好的爱惜食物，对不对？很庆幸活在这个年代。请问这有成功过吗？国中生有拉到火都出来这样，真的拉到火都出来，很生气。为什么？是火龙有火，不是它本身着火了哦。还有趣，对，你来。哎，这样速度可以吗？先熟，然后要再快一点哦。哎，老师，我真的是火都上来了，连动都不动。其实呢，这个节目进行到此，觉得蛮庆幸的是，我是当代人。是。对，虽然长得有点像原始人，光让它变快就很难啦。谁有耐打借一下？真的，我们示意就好了啦。它其实就是这样转。用这个方式去转它，这样，然后增加它的摩擦力。原来二胡是这样来的。是。淡江大桥预计要通车，预计5月。中南部的直接西滨这样直通就到了。对，从那个林口下走西滨，从这切过来。新北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走64直接过来。对啊，非常便民啊。所以现在已经交通方便了啦。希望大家可以多来这边体验，然后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刚已经讲到了，园区跑3圈啊。来，光哥给你来自拍。对，那个木屋有看到吗？有，那个左去右回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好不？走，左去右回，你右去左回就乱跑了。左去右回3圈哦，快点，不要回人他。跳。耶！后面2圈我看我心情怎么样？我是有点那个扣打，待会我有什么输的跟你交换。这里怎么这么美？我带你来秘境啊，灵光三色。我们刚才不是有去体验那个生菜塔，我现在带你吃那个痛风塔。哇塞，有这么严重吗？让你回味一下什么是痛风的感觉。这里有个宣传写很大，是帝王级痛风大拼盘。老板你好，哇喂，总共有几道菜？差不多20道。这么多啊！哦，这么多节目来拍过，对。哎，笑年出发吧，是你知道我们会来是？对，我早就预期你们一定会来的。果不其然，我们应验了他的那个 wish。啊，你为什么这个好住啊？你呢？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痛风餐？对呀，而且你这个区域看起来有一点点偏，但是为什么生意还这么好？因为我们主打都是当天活的海鲜，这样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，闻香下马。奇哥，你教他然后打旗啊？简单啊，我来处理就好了啦。来，是什么螃蟹？花蟹，那3点。简单啊，安尼。哦，嘿，安尼个到位哦。哦，是加的是加旗啊，不是加手啊啦你。哦，螃蟹不能这样子写。啊，他已经帮我控制住了呢。你若要加手，你要加这只。这若叫硬着吼，爱单雷公叫我就放开，几支啊？2支拢好牙。哎呦哦，这支嘛好牙。哎，那怎么办？你不要看那样啦。这前面要处理。你说你啦，我把绳子剪开啊。绳子剪开你会被它夹到，你先把它放着就好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跟他手酸，他就会放手了。对，像那些螃蟹要抓就把它抓后面，他的脚会不会很长呢？抠回去夹你的手？不会。但怎么叫放手？他已经夹死死的。哦，这样拿着。哎，放出来。一般我们在处理螃蟹的时候，从哪里下第一刀？我们一般都会从嘴巴这边，因为它的嘴巴这边很脆弱，一下去把它落进去，他就再见了。对哦，你看哦，肚子比较尖的那个 mark 是公的，这个比较像中型的是母的。对。
有没有轻松一点让我们做？这个做不来啦，是不是还有龙虾要抓？对，哦，来了，哎，你是活的，对，这个怎么抓呢？龙虾抓有时候要小心哦，它屁股甩，对，会甩。对，这样就是正确。人家刚才讲说螃蟹抓背嘛，你把它抓这边就好。对，我抓这边哦。对，不要抓尾巴，它会弹，你会被它吃到。这个怎么杀？我们要先下去蒸，不然你们就是用手指好不好？你们去剥龙虾，好，剥龙虾，去龙虾。奇哥最喜欢过年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七个隆咚锵隆锵，以期去百年。螃蟹哈，我们的这个脚稍微拍一下，拍水，也不要太大力，这样那个客人会比较客人才会好吃。对，一般我们都是一开四，对半这样。这样可以了。对。这样就一只了。奇哥，我要剥那龙虾。对，它已经其实剥龙虾很容易，但是呢还没有开机的状态，开机就这样打开了。喂，丢啊！关机，它自动关机哦，就看到关机，好。来，龙虾哈，我们就先把这个头抓住，转一圈，哦，那肉就出来了，哦。好新鲜哦！那这个也是要剪，这边顺着这样子剪过来。哦，两边都剪，顾客要吃从中间撕开这样子。这样子就拔下来。OK。头我们也是要稍微剪一下，从旁边稍微剪一下，2刀分开。哦，它可以立起来，这样子就可以立起来。OK，understand。怎么龙虾好像比较搞刚啊？简单的给你做了嘛，你就知道我有多辛苦。非常辛苦，抓住头，转一圈，对，顺着转，对，转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哇！这里面的膏已经很多了，现在剪它的肚子，顺着边边这样剪过去。好，蛮适合你的，你最爱手工艺了。对，可以哦。对。哦哟，先把那个拉掉，拉，然后呢把肉拿出来，对，取出来。各位同学，哇，哎呦，完整，新鲜的才能这样。没有浪费掉那个龙虾头，再把它各剪一刀。对，哦，哎呀，这样龙虾头就可以立起来了。你多有 sense 啊！哎呀，处理的差不多，是不是就可以吃了？没有，龙虾还是要再切片，剖开，剖开。它这个沙囊你要把它拿掉。我还有这个。对，翻过来，切，对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从中间切，等手指头，1刀，2刀，2刀，3 ，3刀，肠子没有挑了，还有没有？这次好像没有了，还在另一只。哎，有，哎呀，还好，那你也切一下斜片的，我来摆盘。那奇哥，我们这样子 OK 了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帝王级痛风大拼盘上桌喽 ！Go！ 来，我这个场面，我的妈呀！几个人才能弹得动啊？1、2、3，太大了吧？这个也太夸张了，这很浮夸哎！这个我怎么吃？一个一个吃。是海洋世界吧？后面还有一个，哇塞！奇哥，我决定了，今年除夕夜要来这边吃饭。好，欢迎。开喽！上菜喽！沿路一直喊，已经喊了半个多小时了。这样总共有多少类别超过20几种。 ？Oh my goodness！ 都爱滑嘴鸡，15人份的这种是2万5，物超所值啦！而且每天新鲜的，对，都会到渔港去采买。对，特别从哪个渔港去挑选这些渔货回来？基隆也有啊，康巴店也有送过来。竹围渔港。
除了这个痛风大拼盘，其他还有什么菜色？还有4道菜：鲍鱼羹汤，一个蒸鱼，因为我鱼用2只。这是大木莲吗？对，大木莲，大木莲。哦哟，这个肉汁好吃的。还有一个炸物拼盘，还有一个乌骨鸡汤。山珍海味通通到位，哇，这不知道要味都假气。嘿啊先来一点乌骨鸡汤，先垫一点底。哦，这个我们都炖很久。对，因为我是暖人，所以先暖胃。就跟它泡茶哦，那茶过来先温火。哎呀，哇，里面的菇也很厉害呢。那个是巴西蘑菇，喝起来浓郁又带清爽。哇！我刚才在舀那个汤的时候，鸡的那个胶质，哇，满满的，你刚刚一咬起来，上面那个反光有没有？至少1公分的厚度，折射在你的脸上。接下来海鲜，先来点海螺，而且来这边吃东西哦，给洗头爱传统霸规就。来，啊，这个蘸什么酱？一般都是沾瓦萨比。瓦萨比的，那龙虾就是旁边有沙拉，吃原味吃原味的是比较好吃。下一趟我要带小孩来吃了。各位同学，看一下这个龙虾，哎呀，肥美哎，活体的哎，不是冷冻的呢。对，这个都是当天活体的。哇塞，这个肉，还有嚼劲，那个 Q 感，哎，越嚼，那个鲜味，龙虾的甜度，真的瞬间散发出来，哇，我帮你吹一下。哇，我老婆一定会超爱，她应该叫你超骂，不是很辛苦吗？3点试一下，奇哥说这是当季的，肉在这里。哇，它的肉好细致哦，很肥美，正是时候。不会有任何的腥味，很甜美的。哇，看它的鲍鱼9孔，哦，你这个肉也太厚了吧？它好软嫩哦，活体下去煮的。对，哇，这个软到不行。哇，这是文蛤，这是奶油贝，肉这么多，这么肥美，叉烧好好吃哦，够香。今天的这个场面，我有点的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有没有？我从哪开始啊？还有那个沙西米还没吃了，等一下，哎呦，那边还有那个鳗鱼饭呐，哎呀，对，太幸福了，太奢华了，感觉很遥远，但是又好接近哦。开始摇，这鱼不蛮开心的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吃到有汤汁这里，哎呦喂呀，给不鬼都咬起来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哎，油饭好香哦，而且那个鱼肉好细腻。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突发奇想，想要做这样的痛风餐啊？做这个场面，当初就是有一个朋友，他老婆生日，他老婆喜欢吃海鲜嘛，那个 surprise，对对，用这个切炒我家，一试成主顾，就推出之后，后面太多人抢着要了。不是你啊，5、6年，哇，5、6年， 5、6年哦，CP 值太高了啊！这个假日一定要定啊，要不然没有桌次了。要先定吧。对，我们都是预定才有做。我觉得呢，竹凡不及备载了。今天实在是东西太多，要慢慢吃，太丰富了啦，这种福气啊！但是呢，有看到你没有来知道，你等于没有来了。我儿子女儿看到这些应该是疯掉了，加个冰冰冰冰啊！讲他没朋友。这是马场哎，听说淡水很多间马场，但是你会骑马吗？我不会啊，因为我们之前在后里那马场没有骑到啊，那天下雨。哦，那是看别人骑了。哦，你这台车北半有马车哦。哦，喂，小心！谢大哥吗？哎，小顺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哇，你在喂马哎？喂它吃红萝卜，这个气氛很好。这个马场有40年历史。一开始是谁有什么样 idea， 突然间要养马？原本这个马场是以前老板发展乡村俱乐部，招收会员。后来因为马场经营，礼拜六、礼拜日人很多，礼拜一到礼拜五没人，哇，所以他最后就把它转让给我，要不要试着喂一下下？
所以你现在是现任老板，先老板，啊，对对对，喂马一般哈，像长条我们可以这样喂哈。还有一个特殊的短的，我们要手掌，因为它的牙齿是齐的，有时候不小心会咬到。是大哥，对哎这边有几种马匹啊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这边训练，是我们可以看，你看哈，就在淡水码头会出现那个。对对，是我们提供的马匹哈，你看有纽西兰、荷兰、德国都欧洲进口比较多。哦，那个最贵的一批要多少钱？大概10万欧元，300多万回来才白马好帅哦！这个是我们骑警队在训练里面非常乖的一批，好几个大老板80岁的才来学骑马，就用这个教他。哦，他对要手帅听话啊。对，那么最贵的马在这里。怎么评鉴它是最贵？它是有品种还是有得过比赛冠军之类的吗？对对，它在国外跳到1.5米程度的，150公分高的，就是现在亚运的高度。跳这里管哦。对，而且拿过很多奖项，所以它的身价就会变高。几岁啊？今年14岁了。马通常它的寿命有多长？大概25、30年。马的1岁是我们人的3岁。我们这个马场是在专门训练什么？那我们自己自主以外，是训练障碍选手跟马术选手。但是难度很高呢。还好啦。你自己有参加比赛吗？有，早年我都有参加比赛，因为经营马场太多琐碎事情了，是，就把比赛让给新的人，培养新的选手。哦，马术，它像这样，它就想吃东西，它会发出声音，让引起你注意。现在这种速度跟那种竞赛有什么不一样？是马匹不一样啊。马匹的品种第一个就不一样，欧洲进口的这温血品种的，看起来很壮很高大，但是太高大的速度就不会太快。它有专门的品种在跑速度，而且从小的训练，它的品种是决定它的比赛项目。每一个品种里面都有它擅长的，譬如说它的姿势动作很优美，就会培育成马长马速马，是会交叉走路。对，它跳跃能力很好的，就会把它显露障碍。那我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特殊一点的马？有长角的没有？那个独角兽，那是卡通影片才有。好，我们从这边介绍一下我们的环境。哇，这种颜色的叫青马，5岁多，如果大概9岁、10岁就会变成这种，好像白马，它会褪色。它的蹄子黑色的，白马是白子的基因，连蹄子都是白的。它有辫子哎，好可爱哦。有一些马比赛前要打辫子。打辫子的用意是干嘛？就好像我们人参加芭蕾那个小女生，辫子很讲究的，绑起来，绑得很漂亮。因为你有时候展的时候会粘到你的手啊，会刮到啊。它其实上是个美观的，因为舞蹈来讲马长马术是类似我们在跳舞，它要讲究它的仪态，要弄得很漂亮。优美。我们往这边。好。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接触马术？我当兵的时候，抽签就抽到警备总部的总马牧场，就现在的后里马场。后里马场，我就在那边当兵。原来如此哦。刚才是马厩，那这一块区域是？这个区域是马的准备区，我们要骑乘、要整理都带来外面。我们马场有个诊疗架，有没有？生病的时候要进入架子。你说这边马场是很少有这种设备的。那洗澡也在这边，剃毛啊，所有的动作都在这边做准备。哇，你看这几只都有绑辫子，对，好可爱哦。等一下看你们要不要体验一下？这个好上手吗？简单啊，简单。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教练示范。我们靠近马的时候，动作要稍微不要太粗，有时候马还是会紧张的。马在比较紧张，或是比较害怕，或是比较激动的时候，它的耳朵是不是有特殊的动作？对，它的耳朵像雷达一样，它注意哪一边，它的耳朵会朝哪一边。它耳朵往后压，就是马在生气了。它现在一直注意外面，整个往后贴的时候是马在生气。有时候它鼻孔会喷出。那是生气，对，他在生气，对，他会很紧张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以靠近他的后半身。好，我们先看你怎么绑。我们在绑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会有3根手指头的这个宽度，然后我大概先这样子抓一把，然后真的在绑辫子。对，那我就会先把它分成3股，一样是交叉的。我们会先帮它绑到最紧，因为它没有拉紧的话，等一下它是卷不上去的，就是再抵一点点之后再来把它绑上去。
然后接下来我就会拿出我黑色的绳子绑起来。对，这个女生才会绑啦。我老板手也很会老板从绑。当兵练到现在一定很巧。对呀，常做就会对。这手要很巧。他有时候觉得你太用力了，他就会还是会抖动一下。他想要去驱赶我们手上的那个动作。这边之后，我们就还会再绑白色这个胶布去把它固定起来，它就会像隔壁这样整排，它会整理的蛮干净的。因为明年呢就是马年了，我们现在来摸马，我是一马当先呐。马到成功。这批叫什么名字？它叫风龙，你可以慢慢的先靠近摸它一下下，然后先跟它熟悉一下。对，它会先看你一下。它的五味道。马的年纪要怎么看？有个叫马齿徒长，有没有？他年轻的时候，他的牙齿上面、下面是对直的。慢慢的年纪到12岁、15岁、18岁，越来越爆。到20几岁就会往前凸，会往前长。哦，就大概几岁就看得出来了。了解。他真的蛮乖的，我不知道我绑的会不会好看，但是朋友们忍耐一下，啊，你乖我就乖了哦。他现在有在听你讲话。真的，你喜欢听唱歌吗？现在演艺圈不能乱唱歌，会要缴钱的。真的有在听。没关系，它会稍微移动一下。好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没事。哦，他现在吐气是有点生气了，他就好奇呀。他这个毛毛还是很有力气的。它是柔顺的吗？比我的粗一点。橡皮筋。好，我们需要橡皮筋吗？来。虽然有点滴滴答答，每次我老婆就说：“我去帮你绑一下。”我说我真的不会，你都不学，你到老都不会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再把它往上卷上去。是啊，绑紧就好。没有，我现在放着这样就好，可以。可以，因为里面有点松。拍谁啊？很乖。好，慢慢下来。哇，现在头发它是有点粗度的，你要抓得很紧。其实它还有点油性，你闻一下。它需要润发乳。刚好我们有一匹马在做练习，它往这边稍微欣赏一下。好，轻轻的往后走。这个高度很高哦，这个还算矮的，是练习级，一般都矮的，不是越来越高。我是说那匹马长得很高。好是哦。马的高度大概170呀。哦，这个，哇。通常一般人骑马，然后要玩这种障碍赛，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？从不会到会。马术有时候我们里面常常用到一句“百练自得”，常常骑你就会得到这些技术。要是一般人久久骑一次，没有10年8年没有办法跳，真的长跳就可以。我教那个下次拍你，那你看到什么障碍你就跳过去，这样久而久之你就会了。我就是只马。他们的时速大概多少？我们的比赛障碍里面，1分钟要跑480公尺，这是对障碍跳跃比较好的速度。哦，我看过比赛的影片，第一个他们要求就是马很听话，那个路线记得很清楚，时间要掌握，后腿在收的时候不能踢到，要很优美，都很难。哦，你看他跳好不好，会不会掉杆？就是他起跳的点安排的好不好？太远，他常常会失误；太近，他起跳就会把杆子就踢掉了。对，像马场马术来讲，他就好像跳舞一样，他有指定动作。室内场里面，它有很多英文字母牌，到了哪一个点要做什么动作，它有指定的。好，我看马也累了。这个马昨天才比赛回来不是回来可以休息一下了，马上就又上镜头了。难得你们刚好来。台湾每一年都有很多比赛吗？大概有10几20场，我们每年大概都办2到3场，我们自己办。这边也有比。对，你难得来这边我们可以准备一匹马让你们体验一下。因为我属老虎，我怕变成马虎虎。好，那你属什么？牛，牛马精神，必须试一下。阿贤教练好，你好。这匹马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做 Lucky。它身上有很多的这个绳子，分别有什么功能？主要我们现在看到它头上这个我们叫做缰绳。控制缰绳的时候，我们会拉着这一条。当你拉着右边的绳子，把它的头往右边拉，它就往右边。拉着左边，它就会左转。听话。2只手一起拉。它就会停如果已经停了，你再拉，它就会倒退，像打R档一样。哦，他们从小的训练就是这样子。对。之前我的朋友养的是鹦鹉，拉右脚你好，拉左脚 hello， 你好 hello。后来有那个小孩说2脚拉拉看有没有？他就讲说
你是被我保死哦，嘿，所以你不要乱拉。那一开始你可以先摸摸它，靠近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马的眼睛长在两侧，一定要让它看得见你，你不要躲在它正后方，它看不见你，它就会死掉。好，摸摸它，摸摸它的脖子。Lucky， 请多多指教。哎，那个就逆毛了。Lucky 算很稳定的马。对，它是我们这边最稳定的马。它的毛好柔顺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准备上马。那我们第一步先站上来。但是阿贤教练，他80、90公斤，不要担心，我们的马这匹至少500，有空间可以。左脚踩着，1、2、3，站起来，跨过去，很好。右边的脚有踩到吗？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这么有趣。现在我们把缰绳放开之后，他从这里骑回台北，对，已经跟马说好了地图要怎么走。结果呢，马直接到了淡水捷运站，就上捷运。教练还是有牵着缰绳哈。对，我会确保它的安全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出发了。我们一开始会先让马慢慢走。坐在马背上的时候，有一点像在玩那个秋千，只是这秋千有点坏掉了，它荡不太高，而且还会带点左右的摇晃。对，等下那个鞭子就打在佳佳哥哥的身上。就我在跑，他没在跑。然后他的跑步的节奏跟玩皮包一样的打浪，有没有？没错。打浪。等一下就会我们要做一个叫做打浪的动作。但是我们先体验一下马加速的感觉。它可以八股这匹马有点喜欢八股，酷秀美拜。首先帮我眼睛稍微看高一点，身体放轻松，坐着就好。哇，看成这样歪歪的，哇塞，非常好。有没有感觉不一样？有。马背刚刚有一点上下在跳，对不对？这样弹跳几下，身体是感觉还行。但如果哪一天我们相约去海边，就这样跑到太阳下山，回去就会腰酸背痛。所以这时候就有动作叫做打浪，就是等一下马背每一次撞到你屁股的力量出现的时候，你就要站起来。他这样蹦哒。我是说了一嘴的好理论，我会慢慢的听你的指令，你用感觉的，你不要听我的。站的时候一开始先帮我试着站直看看，来站，很棒，好坐，再一次就好，来站，非常好。他喘了一口气，喘一下，是有重量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了哦，我会帮你喊站坐，然后越喊越快，试着跟上我喊的速度。OK， 好，来站，坐，站，坐，很好。OK， 来继续哦，来站，坐。站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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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。哇，这么快啊，频率很快。坐下来，很好，休息一下。我们呢，每一次的站坐要试着让自己的屁股不要被撞，别被撞到。这样久了，你站坐才会越来越轻松。我们的站坐尽量要用脚的力量哦。你刚刚用太多手，最后会有点像在做浮力挺身，还是那种拉单杠一样，有没有？好，稍微借着它的一点的力量来站坐。站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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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！站坐坐回来。他突然刹车了，小心。谢谢。等下还有一个难关。还有一个难关。下马，刚刚上马的动作相反，可是要注意哦，你要确定你踩到椅子，再把重量放下来。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有带一个武器，那下来就往重要的，没有，我会帮你撑住，往重要菊花去，跟欧多拜一样的，1、2、3，好，跨脚，好，慢慢的踩稳，踩住了，哦，非常好来，非常好，心得如何？非常的特别跟新鲜，只是它那个上下其实很难去抓到它的频率，感觉到一段时间你才会感觉到你什么时候该站，什么时候该坐。所以那个谢教练刚才就有讲，你一定要来常常骑马，你就可以抓住这个马的频率。而且听说骑马呢，你打浪打得很好的话，家庭幸福就一定到位。那我们先去录，我继续。小雷，出发吧。江门大，我跳没，快骑到下一站哦，快马加鞭，脚要抽筋的啦，他就已经全身不舒服了，你还要这样闹？
以前的人为什么要盖这么高的地方？这么陡啊？因为登高才能望远。对，你看左边，现在的夕阳，哇！传说中的淡江大桥，预计明年5月，到时候呢，真的是四通八达了。听说他们年底是有个跨河的烟火秀、啊。这个好消息今天跟大家讲一下，2026跨年那一天有一个人一生一世的跨河烟火秀，啪啪，哇，已经非常的漂亮。所有的烟火会在呢河的中间交汇，所有的鱼虾都跳出来。对，飞鱼机是，周边有很多系列的活动，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。今年的过年刚好在西洋情人节，有没有？那我也可以带老婆跟女朋友一起来。是，有吃的有玩的，你要坐船什么样，应有尽有。好，我们要找一个领事馆里面的领事，他好像已经正在那边等我们了。嘿，小顺好，瑞佳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夕阳今天几点下山？今天5点07分下山。你看多精准啊！你几点下班？5点半下班。5点半下班。所以呢，太阳下去，但是剩下23分钟。差不多啊。这一栋是什么功能？你现在所看到的呢，是淡水古迹博物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馆舍。淡水古迹博物馆其实是好几个古迹群所组成的，当中呢有红毛城、小白宫、护卫炮台。而你现在所看到的，就是在17世纪，西班牙人先在这里盖了圣多明哥城。荷兰人在1642年的时候把西班牙人给赶走之后呢，圣多明哥城已经被拆毁了。你知道荷兰为什么赶走西班牙人吗？不爽啊！不爽。语言不通，你跟我上一条，我跟上一条，我都没送啊！要看什么人他贼，看什么人不语他贼，麻烦你离开这里。这里现在我换我管，车理亏。我你跟我独立不？是，你跟我独立，刚刚就后悔。然后后来呢？刚才如同小顺跟那个瑞佳所讲的一样，我们在这个山坡上，借由这样的地形哦，在这个居高临下盖这个军事碉堡呢，让它能够控制淡水河口。什么船进来呢？一清二楚。是的，只是说呢，当时呢，荷兰人盖这个安东尼堡的时候，其实它并不是红色的，它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四方形，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个木头做的八角形的一个屋顶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貌，其实是在1860年代，英国政府跟清帝国租借这个地方，然后把这里改建成为英国领事馆。所以以前的这边这个通商口岸，所以他们的老大住在这里，做一个行政管理的一个过程。监控。你知道他以前不是红的哦，是因为太阳一直晒。晒到后来晒伤了，没有涂防晒，这个才是千真万确的内容，不要乱教了。就是红毛城，为什么叫做红毛城？因为荷兰人是红毛的啊。对，当时当地人就称呼荷兰人为红毛，所以这个建筑物就被昵称为叫做红毛城。但你现在看到这个红色是英国政府整修之后的一个结果啊，确定不是晒伤？你确哦，确定。护卫炮台。它分别在什么样的一个方向？淡水这边呢有五虎冈，它就位于淡水五虎冈这个丘陵地的第一冈，称之为叫做乌丘埔，一样用居高临下的一个地势盖了这样的一个炮台。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，见证了1884年清法战争结束之后，清帝国为了要强化台湾的海防，在台湾的各个海口分别打造了新式的炮台，而且是由德国人来设计并且监工。不单单是请德国人来设计这样的一个西洋式炮台，更是跟英国购买了英国制的阿姆斯特朗炮，护卫炮台当时就安装了4门大炮在那里面。现在还在吗？在日治时期的时候，不知道日军移到哪里了。那现在呢，淡水古迹博物馆有做了一个1:1比例的仿造的，是的。这么多国旗，是这些人都通通曾经来过这里。第一面西班牙，第二面是荷兰，然后再来呢代表的是郑氏王朝，然后再来代表的是清帝国时期英国、日治时期日本，然后澳洲，澳洲也统治过这边。澳洲代管过这个园区啊，所以也有美国。当澳洲结束代管之后，就交由美国大使馆来做代管。1980年的时候，再由中华民国政府接管这个地方。1980年才接回来哦。淡水古迹博物馆呈现这样的一个旗帜呢，不单单只是为了装饰，更是希望让游客能够看到曾经这个地方它有经历过9个政权的轮替。某种程度呢，这样的一个旗帜也呈现着台湾近代历史的一个微缩影。我们现在高度越来越高，淡江大桥越来越清楚了。这个叫斜张桥，这是由英国的女建筑师 Zaha Hadid 她所设计的一个单塔不对称式斜张桥，就是两边的长短不一样，那个斜张下来的力道不一样。是。这栋呢？这栋是这里呢，这是在1891年所建的前清英国领事官邸，是他们的家人住的地方。他的一个住宅这样子，你很明显的看到它的特征有3面回廊的包覆，它是一个遮风避雨的空间，同时有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拱圈，让光线进入室内，以及有好的空气流通、好的通风性，称之为叫做殖民地式的回廊建筑。即便有一点太阳，即便有一点飘雨，这个回廊那个多惬意。你会看到说1楼的拱圈跟2楼的拱圈，它特
特意的做了一个造型上的一个变化，1楼是弧形，2楼是圆拱形，圆拱形。就在这一个领事官邸的正前方砖上面有藏着一个秘密，它带有英国皇室的记号，我希望能够带你们去看一下。走密道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网美拍照的热区。哎，我们看到英国皇家的一个 mark。请小顺跟瑞佳往上看，你会看到这前面有12幅砖雕。我们正上方这个正方形有一个圆形的，中间刻着2个英文字母 V 跟 R 连接在一起。有，原来 LV 在这边卖的是那个 VR 代表的不是那个虚拟世界，是那代表的是 Victoria Regina 是拉丁文，代表是 Queen 的意思。那 VR 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缩写，是一个皇室的记号。那你看到那个数字1891，就是这栋建筑物它的一个建造年份。所以你看到的其实是它的一个身份，就刻印在它的正面，以一个对称做一个呈现这样子。所以当时必须要找有经验的工匠，能够在这样子的砖面上面雕框、雕花去呈现出来，不容易。包含了我们在入口处的4根柱子上面都分别雕有代表英格兰的蔷薇跟苏格兰的季花，而且还有一个秘密哦，这个房子它的下方有很多直向跟横向交叠的通道，是会让它通风吗？是的，没错，通风口你可以看得到，那是铜钱。是的，中式的钱币做一个造型。请问它有几个铜钱？好问题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前文的一个通气口有4个铜钱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留意，你会发现中间的圆心还有一个，也是一个，而它的大外圈也是一个，所以其实有6个，6又是一个吉祥的数字，代表的像是66大顺。那我们现在到里面去看看一下，这边请领事的生活模式。哇，光一个厅就这么舒服啊！我们现在呢进入到的是领事官邸的客厅，在这里保留着原始的3个设备，分别就是壁炉、地砖、吊扇。这个吊扇是当时呢领事跟他家人所使用的一个便利性的设备。而如果您看到墙壁这个地方，一个原始的控制面板，上面刻印着公司名称 GEC， 下面是它的风速调整拨杆。那我们看到当时呢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细致度。壁炉不单单只是用来取暖，英国人来到了台湾，距离他的故乡遥远，希望说在他的住宅空间有一个跟他的故乡有连接的。是的，另外一个是我很推荐的，请大家欣赏，就是这个地砖，这是维多利亚式的拼花瓷砖，英格兰制造，运到台湾来，1891年的时候拼贴而成。它在周边上面也有讲究，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贵的装饰，所以它用在让客人看得到的地方，客厅、前厅、餐厅，花色变化都不一样。他们是有吃蛋挞的。所以他们跟葡萄牙人应该还不错。不对，英国人最喜欢喝什么茶？红茶。哎，答对了。书房，这个也是一个皇家标志吗？是的，英国的皇家徽章，中间是一个盾牌，头盔的上方这顶皇冠称之为叫做圣爱德华的皇冠，在2023年的查尔斯国王的加冕仪式上面就是这个他头上戴的那顶皇冠，就是这一顶。3只狮子的元素呢，分别代表是英格兰，独角兽代表的是苏格兰，下方的竖琴呢，则代表的是北爱尔兰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非常重要的社交空间，这边呢，那您也会看到地上的这个维多利亚式的拼花瓷砖呢，它的花纹、图案、颜色、工法都有所变化，这样子。那我们旁边这一道门之后是一个备餐室，厨房煮好的食物会从侧门送进来，里面摆盘整理好之后，出餐口打开，这个门可以另外再分开，直接打开，再加上他们的壁橱，这是过去留下来的，是没错。航海改变了很多世界的一个版图。是，因为英国，你看攻城略地，成为日不落国，去到哪里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很好，他们就找一个方位最好的地方，盖他们自己的地方。那也很希望所有的游客来到淡水的时候呢，都能够来这里走进历史当中。这个园区的占地多大，我们先不说，光是这个灯景、整个树貌，这种就是一个日式的庭园建筑的一个模式，加上你看那个枯山水。所以我就说，我带你来，一租比一栋房子还贵。这种只要你有这种造型，有没有？我曾经听说一棵树是几千万的。它虽然是在淡水老街，再往前一点点的山边，但是也没有很山里面哦，竟然能够找到一个这么大的空间。
它让人家用餐的地方这么宽阔，桌次当中的那个距离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。其实它的装潢蛮有 sense 的。你们的构图其实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每个地方放了一件东西，那个力道都蛮大的。其实我们筹备了5年，到今年6月才开幕，所以大家看到整片的这个园区啊，大约占地是4000坪。原本是从一片的荒地、竹林，然后现在慢慢整修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日式庭园。一个老板哦，他的宽度是他的学习面，他自己的知识面，但深度是他自己的修为，所以的宽度加上他的深度，就变成了高度。这高度一出来，他如果再很会营造，这个亮度就出来，啊！你看晴花入院，心花怒放，哇，对，他的音阶是一样的，真的是一样的，好厉害，花怒放。不要一直说我很厉害啊，我有个表弟叫郝立克，有个表妹叫阿华田，大家都有点巧克力的滋味。但是我是想跟你分享，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厅堂，是平常来用餐吗？对，这边的话，其实平常是咖啡厅跟轻食的地方。这边打造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放下城市里面的节奏，在这边静下心来，享受让人生的慢下来的步调。慢活的步调。对。我这个骨架，它是有一个特别建筑的建构式吗？餐厅里面的话，主打的是侘寂风，搭配整片的落地窗，外面配上的是日式庭园，然后日式枯山水。那枯山水它是源自于禅宗文化。那我们是用岩石呢打造成山景，然后利用我们的砂石上面刮上水波，感受像是湖景的感觉。其实侘寂还要更败落一点，对，很多人说这边不够的侘寂，但我就是带了一点点元素，因为侘寂风要再更原始。前阵子很多装潢就很流行侘寂风，就是用原始的，加上那暖色系的灯打下去就很有氛围。但是那个找错的设计师可能会变成着急风，很原始，会变废墟的感觉。所以你这边主打咖啡跟轻食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鹿角蕨。说起来，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是暖房哦。其实我们是有温室的区域跟室内冷房。那冷房的话，主要是养殖一些比较高单价的品种，像是在2023年台湾曾经拍卖出一株鹿角蕨，有高达600万的拍卖价。哇塞！没有看到他本人，不知道啊，他这样就600万，价值有这么高？当初我也是花了20万呢，去跟那位先生购买了一个小苗回来。那现在富裕这样，20万是小苗哦。他们那个600万是因为他已经养了很大株了。那我们现在养了3年时间，现在也很漂亮，可以带回给生活。待会也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。台湾是一个农业技术非常好的地方，因为鹿角蕨呢，台湾不是原产地，但台湾把它发扬光大，这是我父亲的兴趣，他的原意。然后我也刚好在日本读书，鹿角蕨在日本也非常火红，然后单价又是台湾的5到6倍。哇哦！这个植物这么多，为什么情有独钟于鹿角蕨呢？因为鹿角蕨的形态非常非常的特殊，多变吗？它是壁挂式的植物，对我来讲，我会觉得它很像一幅活的画。它1年4季常青，但是呢，它会随着时间做变化。它的原生种在哪里？它原生种呢是来自非洲、澳洲以及东南亚地区，台湾并不是原产地。我看它有很多种叶相的，是它有这种往下垂坠的感觉，那也有这种往上生长。然后所以它形态非常非常的多变。其实你把它翻过来，它就垂坠。哎呦呦，换个方向就好。对，不是说有一颗最贵的，哎，我们来猜一下，你看一下，猜，大家可以来看一看，猜一下。它的色泽，我觉得那一颗应该很贵。这颗吧。好眼光，我觉得那一颗是，那一颗上面有白菜，好像吹白菜的，请揭晓。但我们家最贵的会是这一颗琥珀，那以及之前拍卖过600万的品种，是这2颗是单价，这就600万哦。没有，它这是当初买回来的小苗，它原始的母本呢是拍卖600万。哦，原始母本。为什么会拍卖到600万？是因为那时候一芽的单价是20万，那一颗母猪旁边连带了20个小孩，所以累积价值算进去的。
累积价值。它的稀有度是什么？像我玩石头，我很清楚什么东西它的物种是很少的，它的稀缺性改变了它的价值。它是很难种还是怎么样？鹿角蕨的话，它原生只有18种，现在经过不断培育，已经高达上百种。那它原始的形态其实都是非常大株的，2到300公分那一种。这种那个热带雨林里面的对2、3公尺的，这么大哦。但为什么现在是这种娇小的品种是最昂贵呢？是因为它是眼靠着自然的基因突变衍生成侏儒的品种，所以鹿角蕨就是越大的品种越便宜，越小的反而越贵。当人介入之后，有很多事情都会变化。以前马这么大匹马，后来变这么小匹，迷你马。对，现在马变成这样子，塑胶的。那边还有一颗超大，真的超对，大。那一颗就是原生种，它叫女王。鹿角蕨18种原生种其中一种，它其实现在才8岁，但它未来是可以长到大概1层楼高到2层楼高。你所谓的8岁，就是你们知道他有出生证明的。对，从小养到大大概是8年的时间。大家问说它有没有寿命的年限？有吗？蕨类是没有的哦。所以台湾有一个人，他最早养，他已经养了40-50年，那一株还在，看起来很壮观。传宗接代。来这边旅游的客人是不是也可以来施作一下，自己也可以带一盆回家？像我们这边也会有 DIY 课程，它不是只有大人才有，还蛮多小朋友也会参与的。它整体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鹿角蕨如何绑在这个板子上。你看你绑得好，你像下面这一坨。对，圆圆的也是很飘逸。它的叶子不容易啊，它的叶子像高丽菜就这种包住它。会不会有人进来说，这里好适合吃火锅？有，那么多茼蒿。很多人就会问说，这是挂彩吗？因为那种大颗是。对啊，过年快到了，挂彩很有销哦。然后说可以炒来吃嘛，我说炒来吃也是可以啊，但是呢，鹿角蕨你可能炒一盘出来就要1万块。哎呦，千万不，太贵了。它的大小还是会有价钱的差异。对，就是其实越小的寿珍品啊，单价是越高，所以鹿角蕨可以从200块到20万，到甚至到上百万的价格都有。那我们等下体验的大概是多大？而且我们体验也是这种袖珍的品种，600万，是600万的吗？我不是，小猪就20万的。好。现在炒饭已经堆好了，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？鹿角蕨比较特别的是呢，它使用的介质并不是泥土，而是水苔，就跟种兰花是一样的，所以它本身带的病虫害啊或病菌量就会比泥土来讲低很多。它就是在前置的时候就已经杀菌过了。对，然后它是来自智利跟纽西兰，台湾没有这种介质。这个放上去，它的那个 IQ 就变高了，智力变好，智力变好。这个水苔部分主要就是帮鹿角蕨保水。仿生它在原始那个树林上面的感觉。首先的话，我们就会先把这底座做好，之后呢，我们要把我们今天的女主角鹿角蕨放在上面。是，对，我把它挖出来是。对，品种叫玉女，它也是鹿角蕨6大神兽其中一种，侏儒品种，所以单价也是小种的，也不便宜。对，那也是台湾最流行的品种，因为它不会长太大，但又相对来讲非常的好养。这时候呢，就把我们的基底呢做一个火山口，它变火山爆发。看一下。那位同学刚讲完，好，嘿。然后这时候我们会把鹿角蕨这个芽点至中。那我是这个。对，没错。接下来我们就很像在做陶土的感觉，我会往里面捏，这样慢慢捏，慢慢补，就把它变成一个球状。水苔其实它非常的有弹性，然后可以使用的量可以比想象中来的更多。可以压的，对，它可以塑形。我就说它很像在做陶土。真的这个太好玩了，只是说我们这个行业比较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在家里跟他相处，但这蛮好照顾的吧？就是跟着他一起长大，感觉其实也挺浪漫的。然后顺根调一下角度哦，这样子把它压下去。压哦，能这么用力？可以。我就真怕它受伤。鹿角蕨啊，它没有那么脆弱，它不太会死，真的都是被关心死的。浇太多水，对，被浇太多水，对，它喜欢的是干湿循环、明亮通风的环境，因为大家都会误会它，觉得它是蕨类，一定喜欢每天湿哒哒的。误会。而且最特别的是，我们看到叶面上这个有绒毛啊，掉了就不会再长回来，所以我们都要小心，不要去摩擦到它，可以让它保持白皙。越白的品种也是有越珍贵一说。这样差不多了吧？对，大家都做得很漂亮。那接下来的步骤啊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一坨把它固定在板子上。打个结，差不多应该很牢固了。顺哥做得很漂亮，
勒得紧紧的。所以为什么鹿角蕨单价会比一般的植物来的再高价一点？是因为它本身的手工艺很花时间。那它长大之后呢，又要再帮它换家，要换大颗大板一点。它像寄居蟹的概念，每天工作的 KPI 是一天至少要上板30板，然后还有在家浇水跟招呼客人这样的。整天都在这里了。台湾很多年轻的培育家培育出了非常多品种，每年出口海外的量也快超越原产地。这个真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！那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完成的这个是要跟着我们回去呢，还是吊起来写上我的名字？当然要是吊跟着你们回去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谢谢，太棒了。不管是内容的丰富度跟颜色的搭配，都让你很想现在就马上吃下去。这边的话，不只是来这边可以静下心，而是来这边用餐可以得到能量，可以让身体得到清净的感觉。所以我们使用的食材有超过15种，主要生菜的话是水根生菜。那是节瓜还是小瓜？节瓜，台湾这几年栽种节瓜技术也非常厉害。这是用烤的，好甜哦。哦，好清脆哦。好好吃。这几年我们的节目呢一路走，发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是既往的那种啊，我要去哪里追求我的梦想。他们觉得呢，在他们自己的故乡，那几个好朋友集结起来的那个能量很大。推广自己故乡的故事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，对人生非常。越在地就越国际。配的是酸种面包，然后可以搭配酪梨跟熏鲑鱼下去做一个熏鲑鱼就厉害了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在加拿大，算是陆陆续续去了5年，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熏鲑鱼跟酸豆常吃啊，跟洋葱的那个搭配，哇，我已经到达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。哦，松露可以来一点，而且它这个面包可以百搭哎，细心的品尝每一道食物，然后享受这个氛围啊，好 chill。对，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放下城市里面的节奏。哇！这个的话是优格的，主要不要过度甜腻。那用优格的话，有好的益生菌，所以我们是用野莓跟奇异果，所以大家来这边享受轻食下午茶的时候，各种一次满足。大自然的最原汁原味的酸度，会把你的味蕾全部都打开，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身香味触法全部打开。淡水啊，也算是全台湾游客量最多的地方。那我们希望打造出让一个不一样的新的景点。那你原来是在地淡水人吗？对，我是在地淡水人。以前总是想要逃离淡水，想要再向往台北的生活，但没想到命运的安排还是回来这边。是老天拥有最好的安排，永远。那你回来打造这个世外桃源。对，感谢你们家族有这样的意愿，帮淡水又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空间。哇，小帅，哇，这个氛围，哇，哎。这个来这边呢，就含情脉脉了，很像在欧洲，像那种山间的那种小餐厅。对啊，你说它有100多种不同的异国料理，对，让你一次拥有一次满足。这个厨师他是游历天下吗？据说他们好像是背包客来的，所以去过很多的国家，品尝很多的异国料理，然后回来台湾之后把它做出来，整理变成了他们家的菜单，对，变成联合国的概念。你可以给甲矿们的怎样？甲矿有在啊。等，有人在拍照。哇，看起来很温暖哇！Hello， 我当爹吗？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要找那个行万里路、吃万道菜的老板娘。可以吗？你雷家，是，人家，这你老公？对。你好，我阿孙啊。李阳。哦，做李干没有？立刻。两位怎么认识的？旅行中朋友介绍的。就背包客这样背，对，后来背错背包了。啊，交换背包。回去一换，哎呦我要穿比基尼怎么办哦？可是怎么会突然想要做异国料理啊？我听说你们有100多道菜，大概187吧。187，对，这么精准。我有数过，但是今年又有换，所以就是我们为了要维持，你知道留住我们的员工，拜托你不要离开。是。
所以我们有慢慢删。好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你觉得哪个不要？太麻烦了。对，要记很多，然后都手工。那这187种是多少国家啊？很多其实像旅行的时候，你会遇到一些捷克的啊，中东的，像以色列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能会去这个目标，然后我们会比如7个人、6个人一起，比较不会孤单，然后就轮流1个月、2个月，你煮3天，我煮3天，你煮点家乡菜这样子。以前是民宿嘛 ，hostel， 不是像那种你去什么 hotel 啊，好美哦，网照片。青年会馆啊什么的。哦，对。OK， 明白。你老公练是哪里人？加拿大。他台语讲得很好哎。讲到尾巴。听不。哎呦，雄厚。2位就能碰出火花来，每一道菜都是，就你们已经删了很多了，但是现在还有100多道就对了。对。我看到跟卡拉 OK 那个，不是都有功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坏人来的时候，你旁边是一个做一个奇怪的人，就直接打下去。而且颠破了鬼。而且我觉得你们对于文化的喜欢是很 detail。我刚光是去尿个尿，就被所有那些海报那些过去尿都不会无聊。对，我一直看技术是。我后来看，转过来，哎呦，有一个人在看我，是照片。嫁给老外适应吗？很适应啊，好 free 哦。真的，当然很 free 啊，也没有太多的限制，做什么都 OK 啦。那你很顺这讲的哇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听不太懂。你们开多久了？27年。我你们那么早就背包了？我们21岁在一起，现在我46岁，是25年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离不开这个人吗？为什么？我发现他以前那个薪水袋就是一叠的，然后就放在那个衣柜里面，然后就每个礼拜去抽几张，他都不会发现。我说这个人值得。可以的。你把你的秘密都讲给他听了。知道。因为你努力工作就好嘛。我要用钱的时候我有钱花就好。对。多少因为是 family 嘛，大家 OK。他不计较。我只要不要就是让大家的那个气氛都很好，他不知道他钱少多少。当初谁影响了你的？背着背包又是浪迹天涯。之前是15岁就送去护专嘞，所以你在那边关了5年，跟6000个其他女生在一起之后，你就很想要逃离这个世界，逃离这个地方，对，奔向世界，就这样突然间觉得自由了。其实真的啦，到那边之后就会发现很多文化冲击啊不一样，大家聊天啊，所以就是很多东西我们觉得这个不可以的，遇到他们之后，觉得他觉得你的想法好奇怪，这个有什么大不了？就是可以，对啊，就是那 big deal。为什么还要你拿出来讲这样子？相信你也遇到很多国家人，所以你适应了很多种国家人。这很妙很奇怪，就是像比如说我们从小是佛教嘛，我在金色长大，所以我对那种什么佛教，你有什么你不会想要向往？结果他是读了一本 Siddhartha 的书，然后从加拿大说我要去印度释迦牟尼佛那个都要去那菩提树，对，追寻那种他就去了那一棵菩提树，然后摘那些叶子，然后就。我说天哪，我只知道念经要跨界。他说不是，他就是读了那一本书，然后他觉得是他教我这个佛教的道理。我说哇，我的妈，我白人教我，我在这个金色长大。你妈已经出来2次了，我们能不能上桌？可以，跟你爸聊一下。好妈。我们刚做新鲜的佛卡夏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做三明治。这个是哪一国的料理？三明治的料，面包都是大部分是意大利人。这个是佛卡夏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切，有一点跟披萨一样，披萨的面团你会压扁，这个你就让它发酵，红起来。你先做一个你喜欢吃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么大，这样子，再对半切。那东西是装在那个面皮里面吗？对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切。哇哦！像这样子。等一下 ，Lesson 1 Open your book. That's my teacher. 好大所以我这样子慢慢加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青酱，我们的凯撒酱，这个是朝鲜蓟菠菜乳酪酱，那这个是甜椒，烟熏甜椒，然后我们有 cheese， 有火腿，还有 pepperoni， 加一点还有洋葱之类的，也可以加一个这个，这个是盐熏鲑鱼 ，OK， 对，我这看起来辣吗？不辣，不辣，它是好几颗红椒跟香料去烤。香料气质还不同。但是你这么喜欢吃气质，为什么你的身材还这么好？我很喜欢吃气质。这个怎么会瘦
得了了。哇塞！天哪！这我儿子来了，当下就沦陷了。啊，哇！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装我们自己的。好，这么大本的书弄好了，你切一半给我就好。青酱 OK 吗？青酱 OK，它是这可以菠菜的。吃那个冷的三明治，或者是说你热压的。哦，还可以再热压。对，就像盘尼尼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哎，你要再酱吗？建议什么酱跟那个酱会比较合一点？凯撒白的那个。哎，来，帮警官帮我们切一半。好，再麻烦你，麻烦一下，热压一下。先穿一下这个。哦，好纯哦。这个气势香，超浓郁，超浓郁。那你们家小孩都没有在里面帮忙？应该都很调皮捣蛋吧？对，很皮。几岁？现在几岁？对啊，3个。15岁、11岁、9岁。那在一起20几年，他们怎么才15岁？一开始不想生小孩。对，医生说不孕哎。啊，后来是求了谁？后面没有，他就自己蹦，对，一枪出来3条人命。我就跟那个医生说，你毁了我的人生了，叫我好好玩。你本来说没事的。对，怎么3个呢？就叫蹦蹦蹦，跟他握个手。啊，对，我也在努力。你看他最近要想蹦一个，想蹦一个。真的，加油，真的。有青酱，哇塞，你看那个奶油酱，哇，哇，哎，它的味道很丰富哎。我刚觉得我在赛车，我在阳明山的赛道上面，到了养德大道，我是一档拉上去，然后在青酱的地方做第一个转弯，然后那个香气，大自然的奔放，然后知道那个气质是融化了，我已经到了马槽泡温泉，哇！我是吃了青酱，一路冲到擎天岗。哦，哎，我们可以外带包回家吗？非常好。哎，有没有？你看演艺圈有一种东西叫备份。墨西哥为什么叫墨西哥呢？那它已经装了很多西瓜，啊，打东西叫墨西哥哦。墨西哥，墨西哥，就像那个。你听懂吗？你相信吗？OK， 这里面有什么料？我看到它很丰富哎。上面是烟熏辣椒酱，那这个是这样沾的，很香，很好吃。就是那个黑豆炖香料，然后打成泥，香到不行。然后放那个山乳酪，就是然后这个是沙沙。所以它的气势已经跟玉米薯片做结合了，它吃起来很脆，这个会越吃越刷嘴，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。那下面几道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访问了。喂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哎，那现在飞到哪一国了？这个泰式呢，它有2层。我们先去炖煮这个乐排，然后这个酱呢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它是用朝天椒，然后姜啊、鱼露啊，然后跟大蒜、洋葱，然后打成一片。然后上面这个绿色的是薄荷跟香菜去打的薄荷酱，然后这是薄荷饭。哇塞，半瘦半筋半肉这样子，浓鲜合度，这样子好漂亮啊，油油亮亮的。而且你看到这个肥肉跟瘦肉，哇，就是要融在一起吃啊。对，这个要炖多久？这个是大概。它跟那个香料，我们自己的卤汁45分钟吗？然后再慢。Oh my god， 这个有哦，这好好吃哦，熟度恰恰好。你可以吃到薄荷的感觉吗？有，很清爽。哇哦，这个好厉害哦！哎，这个笑脸粉要来吃哎，这太强大了。他吃这个米，用那个泰国的米，比较松软。你吃到鼻头了？真的吗？哎，你不要给它拿掉，那是我半夜要吃的。这块油特别多，哎呀，都是油花。总之啊，咬下去爆浆，哎呀！它鸡肉也是好好吃哦。对啊，哎，我觉得来你那边吃也不能有选择障碍，因为太多品相都很好吃了。
现在要飞到哪个国家了？4种口味，一个是泰式，一个是 Chipotle 是墨西哥，再来是 Barbecue， 德州的没有辣，还有一个是 Jamaica， 它的胡椒是不一样，它叫全香。它有点像印度的那种香料，对不对？对，蛮特别的。皮是酥脆的，肉你看非常嫩的那种状态，我再给它亲吻一次。温柔，哎呦，这么夹，那个全香气味，你吃完它会充斥在你所有的呼吸里面。它非常 powerful。那你们起初在做这些料理的时候，你们2个有争执或者摩擦？对。哦，有啊，很爱吵架。谁让谁比较多一点？你看他先看老婆的眼神哦，默默的低头。他很龟毛哎。Only with the food. Only with the food. 那你在做这些料理的时候，是会偏台湾口味吗？我们开17年嘛，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建议我们说，哎，台式一点啊，我们就坚持不要。我们第1年好痛苦啊，还要去借贷款，因为就是坚持原汁原味，然后没有大家受不了，大家对比较吃不习惯吗？但坚持到今天，他是成功的。对。异国料理当中，我们吃过这么多家，在他们家我们遇到的困难，离不开的困难，离不开。对，他们家有187种，你可以在那边住1个月，会有 double 的，吃起来哇，里面有很多的想象力。一桌游四海。对，哎呦，那个别啊！喜欢带着简单行囊，说走就走的旅行风格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们一起骑上热血摩托车充电去。